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瑞 ，Welcome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到了我们的 Labcraft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呢，终于要来动工了。那如果各位有追踪我最近的直播的话，就可以知道我们这边呢，挖了8个礼拜的这个大洞终于完成了。那我们这一集呢，我们先不会盖这个地方，因为这个工程蛮浩大的，然后我还没有时间，就是把这个地方给全部设计完，所以这个呢会在之后的集数里面，可能要再过个1-2集之后，我才会继续，就是才会开始动工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来建造我们的矮人村庄。那个地方是我们的矮人山丘，这边是我们的矮人村庄。我要在这个地方呢，各位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地方，盖成一个那种矮人很密集聚在一起的那种聚落。那还有我们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上次之前 Labcraft 的集数里面，我在那边盖了一个仓库，我可能会在那边再多盖一个仓库，所以就是会比较茂密一点。然后再加上这个地方，我上一集还是上集有说，我想要在这边再盖一个房子，对，就是可以至少就是不会说这样空荡荡的这样，对。那这一集呢，我的目标是希望可以把整个村庄盖完啦，但是我不确定我自己的时间有没有那么多，对，所以我就说，基本上我这一集最快一定会完成的，就是我会在这边完成盖一个房子，然后这边会就是弄成像这个样子，然后我们的这个村庄就会开始动工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的设计图。OK， 那这个是我把我们 Labcraft 伺服器的地图档丢到我的单人世界里面，所以这个不是我们正式的 Labcraft， 所以各位看到我现在是开创造的这个模式。好，那各位所看到的这个蓝色跟粉红色羊毛呢，大致上就是我们的蓝色就是我们的房子，粉红色就是我们的道路。那我在这边规划就是这个道路大致上是这样，然后我们的那个大门应该会在那里。然后各位就可以看到，我们这边蓝色的地方都会盖那种村落的那种中世纪的房子。那目前我的设计图大概是长这样。那我们就再跳回我们的 Labcraft 吧。OK， 那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要来砍木头，因为我现在的木头非常缺乏，都被我拿去做箱子了。这边全部都是丛林原木。那我目前设计就是我这边的大致上整体色调都是用杉木木材来做，所以我现在要开始砍很多的木头。那我们就对，那我们就赶快先来砍木头，收集一些木材。那其他的素材，假如说各位没有看我的直播的话，我们把我们这个大洞挖完之后，拿到很多很多的素材。那我也把它归类到这个地方，我跟小柯跟 Alex 已经把它们归类，这边都是我们的石头，这一层是石头，然后下面这里就是一些鹅卵石啊，然后安山岩，然后闪长岩这些的，就基本上都归类在这个地方。其他放在外面的就是我最近一次第8次直播的时候就是的一些东西。其实我们好像已经差不多归类完了。对，那我们应该是归类完了，对，这边就只剩下一些杂项，然后这边杂项，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矿物箱，对，还蛮丰富的。OK， 那我们就来伐木吧。4排的杉木原木了，那我们的这个木头应该就足够盖我们的这个村庄。假如说不够的话，我就在私底下自己慢慢的砍木头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呢就要把我们的这一栋房子跟这个围墙给盖起来，我们就进我们的缩时摄影吧。
OK， 我已经把我们的矮人之村盖差不多一半了。那就是各位可以看到，我们靠近海的这个地方呢，这边的一半，基本上我们的矮人之村已经盖完了。那剩下还没有盖，就是那些空地在那边。对，那边可能就是之后我可能会在这边盖一个教堂，然后我还需要一些像铁匠铺啊，或者是一些东西。对。就是可能要再稍微规划一下，对，那因为这周我的时间就只有这么多，就只能盖这些，对。好，那就来给各位讲解一下，我的想法就是，因为就是别人要就是搭船过来，然后到达我们这个矮人之村，所以呢，他们第一个首先要来做的事情呢，就是要来交易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盖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交易所。那等一下我可能会再弄一点内装，对，所以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哦，我们的这个旅客或者是商人会从远洋，然后搭船过来，我们就在这边下船，对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沿着这边好上来，然后这个呢，可能就是一些渔民啊，对，渔夫他们住的地方，因为他们要靠海嘛，他们就住在这里，对，然后所以呢，我们这些那个商人呢就会上来 ，OK， 等一下，我先把这只福利趴给解决掉。OK， 那他们如果要来就是交易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到我们的右边这里，然后就可以，我到时候就是在这里面盖一个交易厅，这样就是可以与我们的这里的人交易。好，那交易完办完正事，我们就当然要有一个那个旅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是会需要，假如说在这边过夜，我们就这边就有一些房间。那这个是我已经差不多有做一些基本的装潢，那之后可以看要怎么再把它弄得漂亮一点。那这个空间有点小，但是非常的舒适，对。那这还要到第3层楼，对。这个就是钱付比较多的话，你就可以有一个双人房，这样还不错。OK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旅馆，好。那假如说，因为矮人是还蛮喜欢喝酒的一个种族嘛，所以呢，我们当然这边也会有一个 bar， 一个吧台，这边我就是要盖一个酒吧，就是可以让那些不管是矮人本身自己想要来喝，或者是来做生意的这些商人，都可以来这边休息。好，那我们这边呢，就是我们的这个畜牧业，这个我们会需要，假如说我们想要吃大鱼大肉，那我们当然就是会需要养牛啊，然后我们这边放了一个烟熏炉。那烟熏炉，你看我们现在是有在燃烧的状态，香味都从那边飘出来。OK， 那这个是水井，我等一下要放水，还没有挖井，对 ，OK， 然后还有最后呢，就是我目前盖的这个地方，就是我们的伐木工的家，对，算是他的工房跟他的家。那这里也是还没有装潢，对，等一下会一起装潢。OK， 目前大致上就是这样。那对啊，就如同我刚刚说的，我现在缺的是铁匠铺。我本来是想要把铁匠铺盖在这里啦，但是后来我盖一盖，发现这里的空间有一点点的小，我觉得要盖一个铁匠铺在这里有一点点困难，所以我可能还要再稍微规划一下我们的空间，然后我还要再想一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职业可能会需要放在这里的，可能说因为这个地方还算蛮空的，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要放一个类似药剂师之类的，或者是一个图书馆之类的。对，我身上有2桶水桶，所以代表说我可以这边放水，这样就无限水源 ，OK， 然后往下挖。我们的水井挖好了，还蛮深的，已经会暗暗的，就是下来的时候还会暗暗的，已经看不到底的那种感觉。因为水井本来就是要到达那个地下水的那一层才有作用嘛，对。那我也顺便做了一个连通管，就直接连到这边。所以假如说我们要逃跑还是什么东西的话，就非常适合拿来使用这样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来做的事情就是来稍微美化一下我们的内装。
好，这间的话，我希望它是一个类似那种楼中楼的感觉，所以呢，而且我觉得我应该是要放一些储藏的木头在这上面。OK， 因为这边呢是它的天花板了，所以呢屋顶，所以呢我这边就只好先把它给盖起来。好 ，OK， 我们的伐木工的家就差不多完成，有一点点的拥挤，但是因为这也之后我主要会拿来放我们木材的地方，所以我需要很多的箱子，在这边需要放很多箱子。对，那这样有达到我的目的就好。好 ，OK。好，那这边也给各位看一下，就是我放了2个熔炉，然后这边放了一堆木材，那就是象征说这个是我们的伐木工的家。OK， 接下来我要来盖这个吧台，这个酒吧的这个内装。OK。OK， 好了，我现在已经把酒吧装潢完了。那我刚刚也有去收集了一些陶土，没有粘土，然后把它做成这个花瓶，把它充当成这些客人所使用的酒杯。好，那大致上就是这样。其他间像是这种那个村民自己居住的这些房子，我就先不装潢。然后这间大间的，我也这集可能没有时间装潢，我可能要等到下一集。因为呢，我要在这集结束之前呢，我还有一件大工程，就是我要把所有这边看到的石头呢，都改成泥土。然后我要让那些草长回去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再铺上我们的这个道路，感觉上会比较自然一点，就不是说全部都是石头路这样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入我们的说时吧。OK， 各位，我们已经把这边的原本是石头的地板全部改成草地了。那我现在正在增加一些那个草地。那我们的这个村庄就大致上完成了。这集还蛮不错的，盖了还蛮多东西，还蛮开心的，那我们的这个村庄慢慢的活络起来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会陆续的再把剩下的村庄也都一并盖出来的。我们今天这一集 LightCraft 比较大部分都是在盖东西。那我们下一集呢，我可能下一集先不会把我们的剩下的村庄给盖完，我会先从地狱的一些小地方开始下手，对，就是可以换个风格，对 ，OK， 好了，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就差不多先到这里。如果喜欢今天喜欢，然后也欢迎订阅到，我们就下次再见喽，大家，拜拜。